Hello， 大家好。记得小时候看《成长的烦恼》里面，凯柔开始养植物，本就偷偷给他捣乱，对他的植物说：“你是世界上长得最丑的植物。”他的植物的叶子啪就掉，本就吓跑了。你相信吗？植物能听懂人说话，有思想，有灵魂。我们老师以前给我们讲说，有一个人刚有想烧一株植物的想法，监测植物的仪器立刻显示出植物发生情感的波动。当时除了觉得神奇之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老师没讲完，着急讲教科书上的内容。如今我把这故事出处给找到了，而且还发现专门为这个作者出了一个词，叫做巴克斯特效应。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植物的秘密。我是相信植物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今年春天我不是搬到这个房子了吗？我就在前院种的全是花，在院子的四周种的是玉米，主要起到栅栏围墙的作用。后院种的都是菜，我在互联网上花了5块钱买了50种菜。别人一听到这儿都问我，你家房多大呀？能种下50种菜？不，误会了，我每种只种一小摊，而且很短的一摊，主要是做实验。但谁会种地，基本也都是。前院的花呢，对于大皮皮来说，就像种在别人家院子里一样，哪怕荒草丛生，哪怕别人以为我们家没人住，往里扔垃圾，他都不管。后院种的菜他能吃啊，他就管，但是呢也只管他爱吃的，像香菜他就不管。他爱吃黄瓜、西红柿，他听说黄瓜和西红柿得爬架子，他就特意从外面捡了2根棍子让他俩爬。赶得也巧，黄瓜呢就种在去后院一出门门口的位置，就是只要开门就能碰到黄瓜，或者呢从屋里跳到凳子上，可以近距离的照顾黄瓜。西红柿呢就是在距屋里最远的位置，他呢就没有那么关心，或者说呢他想去照顾西红柿，就被门口的黄瓜给吸引，跟黄瓜玩一会儿就忘了西红柿的事儿。其实这黄瓜的种子我种了好多，大概就长过2个籽或是3个籽，一共结了5个不6个。至于西红柿一个都没结。这个黄瓜就像个小妖精似的，感受到自己独得恩宠。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跟他领结婚证的是黄瓜。有一次我倒有石膏的水，倒完了之后他就特别生气，跟我说倒到黄瓜上。前院我不种的花吗？有一天他实在禁不住邻居的耻笑，趁我不在家把花在他眼里那就是杂草全给拔了。因为苞米和杂草长得毕竟有点区别，他区分出来没给我拔。有一株玉米就长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天我就看到它长了这么高的小玉米，玉米不大，但是玉米须子特别长，我就化身为偷捏老师，给他来了个洗剪吹造型，还给他拿猴皮筋勒了个脚辫。在我眼里，就是给玉米绑猴皮筋这个行为挺伤害玉米。别的玉米有的就没长，有的大概就长了1岁，它长了3岁。我觉得这些植物像能感受到人对它特别的关心照顾一样。接着我们来聊聊巴克斯特效应。巴克斯特效应呢，是说克里夫·巴克斯特对植物做了一系列实验，发现植物不仅对物理化学的刺激有反应，而且还能感受到它周围实体的情绪、思想。这种植物的感知力就被叫做巴克斯特效应。巴克斯特是谁呢？他是美国 CIA 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专家、测谎专家，主修的是心理学。1966年2月的一个早上，他搁办公室工作了一晚上，喝了一杯咖啡提提神。他喝咖啡的时候呢，也给他办公室里的植物龙舌兰浇了一点水。浇完水之后，他看这植物，他就想，我给他浇完水，他根儿这么长，得啥时候到叶片呢？他不是测谎专家，他就有那测谎仪器，我给他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测谎仪的工作原理呢，是有一个传感器，传感器有电极片贴到人的手上，如果
人被问到一些容易暴露了的问题就会紧张，手就会出汗，手一出汗呢，电流通过的时候就会发现电阻变小了，电流变大了，测谎仪呢就能记录监测出来这种电阻的变化，绘制成线性图。他就把电极片贴在叶子上，监测这个植物浇水大了，电阻应该变小，电流变大呀，结果却显示电阻变大了。1分钟之后呢，他一看这线性图，显示呢就像一个人在面对审讯的时候吓得哆哆嗦嗦的那个样子。他就想，那我要真吓唬这植物，那这植物得是啥反应？他不正喝咖啡呢，他就把叶子放到他的咖啡杯里烫这叶子。测谎仪显示呢，就像一个人非常非常无聊的时候的状态，就像植物对他说，就这，哎呀，他也挺不服气。那行，我拿根火柴燎了你。就在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发现测谎仪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波动。注意啊，这时候他只是在脑子里有这个想法，他离植物4米，他离测谎仪1米，办公室就他一个人。他一看，我堂堂一个 CIA 审讯专家，竟然一盆绿植给反监测了，他还知道我心里合计啥，去他秘书那儿取了火柴，给划着了。这时候他再一看测谎仪，测谎仪的指针到头了，满格了，爆表了。他一看给植物吓这样，他就说不烧了，把火柴的火给熄灭了。这时候呢，植物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任何一个人发现植物竟然有思想有情绪，还能知道你想啥，都得挺激动吧。他当时他都想到纽约时代广场告诉每一个人植物有思想会思考，但是他想他毕竟是科学研究人员，他控制住自己的冲动。等他同事都来上班了，他又让他同事做了一遍实验，实验结果也是一样的。我之前看一本关于植物的书里头就讲了一个实验，其实也是来自于他写的书。很多书里头关于植物的实验其实都是来自于他。这个实验是说在一个房间里摆了2盆植物，当着其中1盆植物的面去疯狂破坏另一盆植物，然后这个人出房间，接着呢找了6个人，跟这个人穿一样的衣服，戴上头套，依次进入房间，走向这盆植物。植物没有变化，只有当那个破坏另一盆植物人走向这个植物的时候，植物产生了剧烈的情绪波动，就像3只小猪见到大野狼那种恐惧。这就证明植物它有记忆，而且它认人，完全不存在脸盲症这种情况。还发现呢，植物呢它有领地意识，只要在它范围内的片区里，人呢动物啊情绪它都能察觉。咋发现的呢？巴克斯特就发现他监测这植物早上的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段情绪波动。后来他发现他的小狗子每天跟他一起来上班，他的秘书呢怕狗，但老板天天带狗，在秘书心里老板真是想让他狗带呀。没办法，秘书每日向小狗子进贡小饼干以示友好。小狗子呢接受了他的进贡，和他缓解了那种剑拔弩张龇牙咧嘴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又出现了。这小狗子每天看着他几点上班，嫌他来上班上晚了，给饼干给晚了。他察觉到狗竟然有这种想法，他在给狗进贡小饼干的时候，他就非常害怕，颤颤巍巍的给狗递饼干。在他有紧张情绪的同时，植物也同时产生了紧张的情绪，出了植物的片区。植物还会跟给他浇水的人、照顾他的人产生情绪上的连接，哪怕是没有感情的浇水也会有连接。给他浇水这个人离开有植物的房间和想要回到有植物的房子，植物都能感觉得到，而且不管多远都是实时的，不带时差的，立刻感知到，就像他在浇水人的脑子里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察觉到人会影响到植物的情绪。巴克斯特身为科学质疑委员会的主席，就特别设置了一个装置，可以在人不在的情况下，随机的不一定啥时候，像薛定谔的机器当着植物的面往滚烫滚烫的热水里扔活虾，在监测植物的反应。
实验就显示，人不在这个房间里，往热水里扔活虾，植物也对这个虾表示同情，并且十分害怕。当他面往热水里扔死虾，这植物有点反应没有。他的书主要感知植物、食物、人体细胞、生物通讯，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在讲谁是谁对他的质疑，对他的批判，他给出的解释和反驳。很多人就觉得这有点动摇了他们的信仰，对他是非常排斥的，觉得他比拉普拉斯的妖还能作妖，说的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胡说八道。而且他的实验呢是不可重复的。对此巴克斯特给出的解释是，你吓唬他，他知道啊。看着巴克斯特特意出一本书告诉反驳他的人，就觉得他有点可怜。因为有一个人还没他解释的这么细，但是却比他更有影响力，这就是120年前的一个爵士，他已经发现了植物有感知的秘密。他就是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植物学家，开创了无线电学和微波学，实验科学奠基人，无线电学之父 J. 贾加迪什 C. 钱德拉 B. 波舍。他有多狠呢？他没去过月球，在月球上已经有他一块地了。月球上有一个陨石坑，就是用他的名字波舍命名。可能狠人吧，动手能力都比较强。他呢就制作了一个可以记录到植物非常非常细微细小感知的一个仪器，然后再把植物放进毒气里啊、化学品里啊、微波里啊去监测这植物，发现植物是有思考能力，能感知到周围环境的。而且呢，每一种植物有不同的爱听的音乐类型，如果给植物听它特别喜欢的音乐呢，植物就会长得特别好。还是我之前看的那本书，就讲法国做了一个实验，给番茄听番茄爱听的音乐，这个番茄就拿了最大番茄奖。这些绿色的生物混迹在人类生活当中，假装扮演一颗绿色盆栽，使者暗中观察人们的一举一动，回去汇报给上帝，告诉他谁该上天堂，谁该下地狱。